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8号。昨天的视频是希望朋友们在比特币或者是狗狗币暴跌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去兴奋，因为有人在恐慌，你就要倒过来做，可以兴奋了。那就今天来看的话，狗狗币现在已经涨了5%。昨天是跟大家讲，我是买了，就不知道你买了没有。你的心态到底站在哪一方？你的心态是不是在高位的时候想到我要不要去追，在低档的时候我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恐慌？其实这就是散户输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为什么在暴跌的时候不敢大胆的去买？那另外狗狗币昨天跟大家讲可以买，还有很多的原因等下再来跟大家讲。里面4个小时的很多技术指标我是怎么观察出来的，昨天可以买，以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昨天看到很多币种暴跌的时候，不光是这个狗狗币，其他币种是跌得更厉害，比如说 FIL。那这个是什么情况？有可能就是灰度在倾泻，而且是在周末的时间在灰度在倾泻这个 FIL。灰度不是没有狗狗币嘛？那要涨的话，你看今天涨的话，最强的一个就是这个狗狗币。至于比特币，它是不是一根多方抵抗？如果上去的话，哪一个关键位一过，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陷阱。等下再来跟大家聊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币安 OK 返用20%，或者是认证过的朋友也可以用亲人的身份认证，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，今天或者是明天也是一个时间窗口。那这一根16号的时候，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，有一个时间窗口是在另外一个序列里面它是在 1.382， 那这个暴跌的时间窗口，其实低档的位置，我昨天是跟大家讲，很简单，你不用去管这个狗狗币，既然是又压回到这个矩形的下沿，前面在这一个1倍的时间，你如果听我的建议还不敢买的朋友，这一波没有吃到肉，压回来，我的观点是你一定要站在买方，不要管它是不是要下去，当然下去也是不排除，很多空方的朋友也是担心那个币安到底会不会爆雷，我也不知道。昨天是跟大家讲，他那一个审计机构是关掉他们的一个网址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他是说不想误导一些散户的投资者。那至于这个情况到底是有没有可能币安会被爆雷，你去看一下链上的那个钱包排名，币安也是有35万枚压在那边。就16号的视频你再去回顾嘛。可能是有20万枚的一个缺口，到底是要在哪里查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的一个观点是，它的一个干净率，你就以60%来对待，不一定会是那一个 Crypto Quant 的一个88%的一个干净率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只是60%吧。那至于短期这个狗狗币，除了这个时间点，你再去观察一下，还有一个时间点，这个2倍的时间我们再细心观察一下，就是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如果从这个低点开始画到这个高点，然后从当时 FTX 交易所爆发危机这一根大涨的 K 线开始计算，这里面有好几个时间序列也是重叠在那一个另外的一个时间序列，比如说 0.618 的位置有一个转折，那后面是1倍的时间，第二天也是有一个小转折， 1.382 的时间，前一天也是有一个转折。那至于短线上如果真的要再上去，会不会这样子大涨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，你去留意一下这个 0.082 的位置，短线上会不会挑战？挑战的话，有可能会不会类似这种一波上涨？因为前面的一个压力位也是在这一个位置转折区，现在是上方有一点压力那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位置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这一个4个小时里面的量价形态，去留意一下昨天放量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它4个小时也是接近 0.082 的这个位置。整理的一个区间，后面开始跌的时候，这边是放量的。那我前面在那个比特币17300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，当时它也是跌下去，有挖了一个坑，比特币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再来聊一下吧。就是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大量时候，后面是拉上去以后，我跟大家讲，你要站在买方有可能它这一个17300过的时候，就说明这个位置。空方的量已经被洗出去，那这个狗狗币也同样可以这样子来应用就是4个小时里面，它既然有一个大量的位置，我们尽量观察这个 0.082 能不能过的话，有可能说明这个位置有空方的筹码已经是被洗出去了。那至于短线，你如果担心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做短进短出的动作，或者是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没仓位的朋友，其实现在的一个空间跟高位
0.7去比的话，狗狗币一定要报一些大长线啊，尽量给我拿未来。那还有什么原因？昨天是跟大家讲狗狗币为什么可以买，其实昨天是没讲到，我们再来聊一下，就是这一个4个小时里面的 Vegas。前一波它的一个点位，马斯克收购推特以后，不是有一波上涨压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我没踩到，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给大家命中。其实有一个观点也是一样，就是因为它这一个 Vegas 4个小时里面的通道，它还是多方排列的结构，就是144的通道在576的上方，说明整个中线的成本576或者是676，它是有在保护这一个144的通道。现在虽然是价格破到下方的话，我的观点还是一样。你去观察一下，既然是多方排列的结构，有可能在这种位置都是一个支撑位，但是破有利空，利空呢有可能下来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你尽量观察它还会不会回到这个区间啊。那除了这一个情况，其实狗狗币还有一个情况是，灰度并没有配置狗狗币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 DCG， 就是灰度的母公司，它的配置的一些币种，比特币啊、以太坊啊、ETC， 我这个早就已经放弃了。当然 FIL 就是昨天崩盘的是最严重啊，所以一直是跟大家讲 FIL 一定不要去搞这个 FIL， 已经讲了很久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FIL， 很早之前长久以来都是给大家一个观点，你不要去搞这一个品种啊，它是整个长线就没有一个正向的趋势。那现在这一次灰度是不是 Genesis 有资金缺口？它的母公司是不是在牺牲灰度？那灰度是不是在牺牲这一些小的币种？而且是在周六跟周日的情况下卖这个 FIL 或者是以太经典都已经破底了。还有这一个 LTC， 前段时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，你不要去搞这个 LTC 啊，感觉是没有持续性。我也没想到它会有一个高点奔走性整理。所以是尽量等压回。至于这个比特币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聊一下嘛，因为昨天低档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，你如果要兴奋的话，也是可以兴奋。现在短线上，尽量就观察这个 MACD 指标前面20几根的时候，而且这个高位 KD 指标背离在18000左右，或者是这一个位置，天天在跟大家讲，包括这一根出来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，你再上去是不能追的。那短期的这个位置，它会不会上攻？也不一定啊，有可能还是跟之前的一个预期，现在是提前跌下来。那短期如果这个位置已经遇到一个多方抵抗，这两根按正常的情况，一根下跌下去以后，它第二天，而且是最近利空这么多，正常应该要继续跌啊，就是收盘重心要继续往下移啊。但是昨天已经遇到一根多方抵抗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最理想这个位置能不能先横一横？因为今天还是周日，可能还是没量，那我也是在观察它这一次到底会不会时差，还是有没有可能鸭子张嘴。你如果这边是一个鸭头是一个眼睛，就是主力在洗散户的心态，散户看到啊加息50个基点是利多啊，我一直跟大家讲不要去管它，就是利空。所以就是你做的一个方法是反的，你一定要在跌的时候敢大胆的买。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，那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它如果要上去，有一个重点啊，跟狗狗币是一样，就是裸 K 来观察的话，我们去留意一下，这整个片区是有一点亮啊，有一点亮。那我昨天是有讲到一个关键，它这个矩形如果是还是一个陷阱的情况下，能不能先给我回到16800上方？就能不能回到这个区间？回到这个区间也不是代表真的就一马平川要上去17000关键。你看这个量，这两根量的位置，如果是量能过去，然后再观察能不能在这一个矩形上方来震荡，也不一定会这样就再上去，它有可能不是在这个位置横，当然下去也是不排除啊。如果是能在这个位置横了以后，看能不能突破一下，再来横了以后，那后续的推演。这个位置有压力，因为有大量，所以我的观点是不一定会这样子再上去，或者是上到某一个位置。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牛图。